这是我第17次死亡。为了救他，我向一个魔鬼借了60分钟，代价是每次随机付出我作为人类的一部分。而现在，我的眼里没了色彩，身体没了痛觉，记忆开始缺失。这就是人类的感觉呀！这次拿什么感知还你？文哥，醒了！我操，你这脸白的跟见了鬼一样，做噩梦了。来一根刚出锅的压压惊。胖子，啊，咋了哥？你别吓我啊！你还活着？废话，我不活蹦乱跳的还能躺这儿啊？哥，你今天真不对劲，是不是昨晚跟嫂子吵架了？我靠，什么情况？顶层是顶层的 VIP 生物实验室，妈的，信号被干扰了，一片雪花。李博士、林夕博士今天加班，他还在里面。走啊，文哥，还愣着干嘛？保护李博士要紧，出事咱们都得滚蛋。站住！哥，你干嘛？疯了？再不去来不及了。你留下，现在立刻把保安室的门从里面锁死，用我的权限。锁门？你让我锁门？里面可是李博士。然后用你的私人手机打给张建国，就说华夏精英大厦顶层有恐怖袭击。重复一遍，不是演习，是恐怖袭击。信我，这一次。陈文，你他妈回来！你一个人去送死吗？狭窄的电梯轿厢里，上升的数字像死亡倒计时。文哥，跟紧我！想再来一次吗？用你的一样东西来换哦。是。交易成立，抵押物方向改，时间回溯至1小时前。祝你好运哦。门外的走廊空无一人，安全指示灯投下诡异的绿光，将影子拉得老长，空气死一般寂静。不对，实验室应该就在左边，怎么会有岔路？陈文这才意识到方向感丧失意味着什么。在他眼里，前后左右、上下内外，所有的空间逻辑都崩塌了，每一条路看起来都既熟悉又陌生。林博士，在哪？到底在哪？陈文连人带门一起撞了进来，眼前的景象让他目眦欲裂。就是这0.5秒的空隙，一个保安有趣，别伤了货物，处理着这个变量。陈文听不清耳机里的具体内容，但他瞬间僵住了。那个音色，那个该死的平稳无波的语调，他这辈子都忘不了。正是华夏基因最大的竞争对手天启生物的 CEO 肖北辰。时间贷款已激活，抵押物色彩感知循环3即将开始了。当世界变成黑白，失去色彩的陈文将如何在一个被敌人预判了行动的棋盘上找到新的破局点？陈文猛地从桌上弹坐起来，像个溺水者重获呼吸，汗水顺着他的鬓角滑落，滴在桌面上。文哥，你这一下给我吓精神了，又做噩梦了。来点番茄味的提提神。靠，又来！得，别动！你干嘛？林博士还在上面。我知道。你知道还不够，再晚就出事了。上次不就是？盯着，这次我们谁都不去。啊，文哥你疯了！我们是保安，这是我们的责任。他凭借着上一次循环里用命换来的记忆，飞速在纸上画出实验室内部的简易结构图，重点标记了墙角一个不起眼的通风管道入口。文哥，你到底在干嘛？你画这玩意儿干嘛？给谁？我在习惯当一个瞎子。哎，你去哪儿啊？这一次陈文没有迷路，他放弃了思考，完全依赖肌肉记忆，像一头野兽般冲向那个唯一的目标。林夕正拿着手机焦急地看着上面毫无信号的标志，刺耳的警报让他心烦意乱。通风口 B3电源室，谁在搞恶作剧吗？死亡的预兆，林夕的脸瞬间血色尽失，巨大的恐惧攫住了他的心脏。那张纸条上的话疯狂地在他脑中闪现，相信一个陌生瞎子的疯狂指引，还是面对门外即将到来的死神。林夕的选择将决定沉稳下一次循环的开局是天堂还是地狱。黑暗、冰冷，充满了铁锈和灰尘的味道。林夕蜷缩在通风管道里，浑身都在发抖。目标消失，室内无人。他进了管道。别怕，继续往前。谁？你是谁？我是让你活命的人，别停下，他们很快会追上来。左转，前面有个岔口，向左。你到底是谁？你怎么知道这些？你也是他们一伙的，想把我引到陷阱里去？我没时间解释，
信我或者死。我凭什么信你？给你个证明，3分钟后，7楼西侧走廊尽头的消防喷头会爆开，水会淹没整个走廊。什么？因为我上一次来的时候顺手把它拧松了。现在继续爬，前面50米有个通往中央监控室的维修口，去那儿你可以亲眼看到。还有1分钟，30秒，10秒。这里是布满服务器和屏幕的中央监控室，闪烁的指示灯是唯一的光源。骗子，疯子！3、2、1，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预知未来？几秒的死寂后，这位天才科学家的理智压过了恐惧，他猛地站起来，眼中闪烁着一种狂热和探究的光芒。我看到了你，你在 C 栋3楼的管道里，对吗？你的身体有轻微的脱水迹象，左臂有擦伤，你失去了方向感，还有色彩感知能力。你不是保安，你到底是什么？我是唯一的变数。听着，变数，2名杀手已经分头行动，一个正在从消防通道徒步往下搜索，另一个，他们控制了我们的监控室。胖子被抓了。当盟友的性命被当作诱饵，失去感官的幽灵和成为眼睛的天才将如何进行第一次联手反击？监控画面上，王胖子被枪指着头，脸色惨白如纸。他旁边杀手正在粗暴地搜查着，似乎在寻找什么。他们控制了我们的监控室，胖子被抓了。别冲动，你现在是唯一的希望，你冲出去就是送死。听着，大厦广播系统，你能黑进去吗？能，最高权限在我这儿。很好，用我的声音合成语音，在13楼发布虚假火警，就说服务器机房起火，要快。明白。保安室的独立供电系统能找到吗？就在他们脚下，B1层。找到了，是条备用线路，绕开了主电网。你要干什么？给他们来个惊喜，远程制造一次强电磁脉冲，功率拉到最大。那会烧掉整个房间的设备，包括我们的监控。警告！13楼服务器机房发生火情，请所有人员立刻疏散。重复，13楼机房火情，服务器机房那里有我们的后备数据干扰器，你去看看，我看着他。就是现在，砸他！王胖子站在黑暗中，举着灭火器，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仿佛刚从水里捞出来。顶层豪华办公室内，巨大的落地窗外是城市的璀璨夜景。肖北辰正坐在办公桌后，优雅地擦拭着他手中的一支黑色钢笔。老板，笔失联了，目标身边有帮手，一个像鬼魂一样的帮手，那就把整栋楼变成他的棺材。大厦所有外层的防爆卷帘门在同一时间轰然落下，将整栋摩天大楼从上到下彻底封死。所有出口都被钢铁封锁，红色的警报灯开始无声的旋转，投下末日般的光影。生化1级隔离协议启动，大厦已永久封锁，内部净化程序即将开始。被彻底封锁的大厦即将开始净化程序。陈文和他的盟友们从猎物变成了笼中困兽。数十辆警车将华夏基因大厦围得水泄不通，红蓝警灯疯狂旋转，却只能照亮一堵冰冷光滑的钢铁壁垒。没信号，没回应，里面他妈的是个铁棺材。对，队长，华夏基因的安保主管刚来电，说这是他们的最高安全协议，任何人都无权干涉，让我们原地待命。待命？我待他妈的命！应急灯投下惨白的一明一灭的光，照着3人绝望的脸。被击昏的杀手像一滩烂泥躺在地上。没用的。全都没用了，隔离协议切断了所有内部网络端口，我现在就是个瞎子。那净化程序是不是就要从这儿放毒气了？咱们是不是死定了？陈稳，你干什么？找能用的东西，他们是小队，肯定有内部通讯器。频道加密了，他们来了，他们不躲了。快走，这里太空旷了。拖着他。拖着他！可你疯了，这是累赘！他现在是我们的护身符，快！追逐开始了。这一次，杀手们不再前行，他们如同在自家猎场里驱赶猎物。枪声零星响起，子弹打在墙壁和金属门上，溅起一串串火花。我不行了，跑不动了。什么味儿？甜丝丝的。不好，是高浓度乙醚，快屏住呼吸！他们被逼进了1楼的中央大厅，这里空旷无比，他们无路可退。2名杀手从不同的方向缓缓走出，黑洞洞的枪口像死神的眼睛，冷漠地注视着他们。我不管什么狗屁协议，给我把爆破组叫来！杀手们举起了枪，下一秒，这里就将变成屠宰场。
时间贷款已激活，抵押物痛觉循环18即将开始了。失去了痛觉，陈文将如何利用这非人的优势，在一个被完全封锁的钢铁囚笼里展开一场最疯狂的反击？陈文猛地从桌上弹坐起来，世界依旧是黑白的，大脑昏沉像灌了铅，感觉不到了，什么都感觉不到了。靠，文哥，你这诈尸一样，吓我一跳，又做噩梦了。所以哥，劲儿大，提提神。靠，又来，林博士还在上面呢。哥，你干嘛呢？不走啊？林博士，游戏又开始了，这次我们玩大一点。游戏玩大一点，跟你说什么胡话呢？变电室内，巨大的变压器发出令人牙酸的嗡鸣，空气中弥漫着臭氧的味道。你疯了！那里是380伏的高压电，你会被瞬间变成焦炭的。萧北辰的生化隔离协议用的是独立备用电源，只有瘫痪这里才能让他的人变成瞎子。我知道，但外壳温度超过300度，你连防护手套都没有。没事。整个大厦的灯光瞬间爆闪了一下，然后彻底陷入了黑暗，只有应急灯亮了起来。系统瘫痪，杀手们的红外设备瞬间变成了废物。趁着他们暂时失明的窗口期，陈稳成功带着王胖子与从监控室跑出来的林夕会合。哥，你的手没事不疼，反正也感觉不到。老板，目标似乎不怕受伤，他用手直接接触高压电箱，强行制造了短路。既然不怕疼，那就把它烧成灰。当萧北辰启动最终的净化程序，高温焚烧，失去了痛觉的陈稳将如何在一片火海中求生？红色的应急灯疯狂闪烁，刺耳的警报声再次响彻整栋大厦。又怎么？这次是要爆火烧死我们吗？什么味儿？甜的？什么甜的？因为失去了嗅觉，他什么都闻不到。别吸，是高浓度乙烷易燃气体，他们在把整栋楼变成一个巨大的炸药桶。炸药桶？不对什么？快跑啊！他们是在赶我们，像牧羊犬一样。他们想让我们去大厅。队长，刚接到的匿名报警电话转接过来的。说什么？听着，警官，华夏基因的保安陈稳已经疯了，他在大厦内部安装了炸弹，随时可能引爆。别相信他说的任何一句话。所有单位注意，目标锁定为内部保安陈稳。重复，目标陈稳被定性为头号恐怖威胁。陈稳3人被一路驱赶，最终被逼进了1楼大厅。这里空旷无比，退无可退。里面那个叫陈稳的保安，听着，你已经被包围了。我不管你有什么目的，放下武器，否则我们将采取致命武力。完了，全完了，我们成恐怖分子了。这是个圈套，他从一开始就想让你被警察打死。借刀杀人，哼，真他妈是你的风格啊，萧北辰！大厦外，爆破组已经在大门上安装好了炸药。打破！前有警察，后有杀手，脚下是即将引爆的炸药桶。陈稳的第18次死亡似乎已成定局。被炸开的大门外，数十道强光手电的光柱死死钉在陈稳身上，空气中弥漫着诡异的甜香，那是死亡的味道。有易燃气体，别开枪！他想拖延时间，举起手准备，给他最后一次警告。再有异动，就地击毙！阴影中，杀手看着楼下这出闹剧，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他手中的手枪根本没对准任何人。就在火星射出的一瞬间，一道身影猛地从旁边扑了过来，是林夕。趴下！办公室内，萧北辰正看着面前巨大的监控屏幕，屏幕上是地狱般的火海。看，不听话的棋子只会烧掉整个棋盘。灼热的气浪扑面而来，但陈文感觉不到任何疼痛，他只看到一片刺眼的火光，听到了身边王胖子和林夕发出的撕心裂肺的惨叫。所有努力换来了最糟糕的结果，所有希望都在火焰中化为灰烬。时间贷款已激活，抵押物听觉循环49即将开始。当世界变成一片死寂，听不见任何声音的陈文将如何在这无声的地狱里找到新的生机？陈文猛地从桌上弹坐起来，整个世界是一张只有黑白灰的无声默片。这一次，陈稳放弃了拯救、引导和解释，他变成了一个纯粹的执行者。他凭借48次循环刻在肌肉里的记忆，完美避开了第一波杀手的巡逻路线。储物室内堆满了废弃的办公用品，积着厚厚的灰尘。顶层豪华办公室内，萧北辰看着监控墙上一个分屏画面，来自储物室外走廊的一个摄像头。他有备而来，找到他不计代价。他像个鬼，老板，我们找不到他。他好像知道我们每一步要干什么。那就把整栋楼拆了，把他的魂也给我揪出来。储物室内，陈稳对外界的一切毫不知情。
他只是静静地看着屏幕，像一尊石像。在0.01秒的生死时速里，是子弹先到，还是真相先到？冰冷的枪口死死地抵在陈稳的后脑，杀手的食指已经开始缓缓扣动扳机。陈稳的黑白世界里什么都没有发生，他依旧死死盯着屏幕上那个停在99%的进度条。文哥，我可算找着你了，这纸条你让我带最硬的东西。谁他妈这时候？一个保安，别伤了货物，处理掉这个变量。全体注意，目标变更，我们不是来解救人质的，是来猎杀豺狼的。哥，我们现在怎么办？跑吗？不跑了。哥，你疯了！前面全是他们的人啊！陈稳浑身是血，伤口深刻坚固，但他仿佛感觉不到。他将所有参与的杀手一步步引到了大厦天台。巨大的落地窗外是城市的璀璨夜景，但此刻萧北辰无心欣赏。有意思的旗子。大厦天台上，陈稳像一尊血色的雕像，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好肉，但他站得笔直。小子，还有什么遗言？哦，忘了，你听不见。游戏结束了。不许动！警察，放下武器！光柱之下，杀手们被瞬间制服，按倒在地，混乱平息。张建国举着手电，一步步走进这片狼藉的战场。干得漂亮！现在我以妨碍公务和非法入侵的罪名，谢谢你。循环结束，最终代价结算，抵押物，所有循环记忆。当英雄忘记了自己为何成为英雄，他还是英雄吗？阳光透过百叶窗，在白色的被单上投下斑驳的光影，空气里有淡淡的消毒水味道，但很干净。好的，我只是做了个好长好长的梦，累死我了。电视里正在播报早间新闻，女主播字正腔圆。天启生物 CEO 萧北辰因涉嫌多项严重刑事犯罪，于昨日深夜被警方逮捕。据现场画面显示，滚哥，你可算行了！你再不行，我跟林博士都准备给你办后事，商量着骨灰怎么分了。汉子，林博士，我怎么在这儿？我记得大厦被袭击了，然后你睡了很久，忘了些事很正常，不记得也好，那些不是什么好回忆。对，不记得最好，反正你只要记住，你是我稳哥，是我跟林博士的救命恩人，这就够了，别的都他妈是过眼云烟。对了，文哥，你看你那个杯子碎得稀巴烂，跟个破铁片似的。我寻思你离了那玩意儿活不了，给你买了个新的，一模一样的，不锈钢的，耐造。就是重新泡点枸杞了。窗外的阳光照进来，落在他的脸上，落在那个崭新的保温杯上，温暖而真实。